呦呦呦！哎，兄弟啊，这套房子满意吗？我们住的这一套。废话，满意。太难借了，不过这都是你的功劳，我倒要好好来盘问你一下，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这个房源呢？有软件叫 iProperty， 啊，有网站有软件，上面的房源多吗？相对还是比较多，但是因为咱们就是只看两个区域嘛，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每天是70套房源，所以对，所以70套房源有大量的重复了。这个我们也临时住过嘛。哎呀 ，Airbnb。哎呀，在现在这套住的房子之前，我们采取了临时措施，会多久？3周、4周4周吧，啊，1个月，花了大价钱啊。那现在这套房租的特别好，这个要非常感谢，这是你的功劳。对，差点当时就要租这个2个公寓的房子了。那中介回复你及时吗？非常非常慢，非常慢，非常慢。一个是非常慢，还有就是回的这个大部分都不回我。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我的姓是任 REN。要怪你爸。啊，对，要怪我爸，因为这个任好像在这里是指这个房屋中介的意思。对，我后来也是查了一下，叫 Real Estate Negotiator， 是这里考2个给你考出的一个证，是房屋销售谈判代表。好吧，我觉得就是说，第一个是他们觉得我是可能想囤房，并不是真心诚意想租房。第二个呢，就是我发现说，在这个 iProperty 上面啊，他们的这些挂的房源啊，很多都是假房源。怎么说？所谓的假房源，就是起码得半年以后才能空得出来，所以他就提前挂着。然后还有一种假房源呢，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个，他只是为了表明说他自己可能专做这个Dream City 的这个房源，他就挂在那里。它是用来收客户的吗？哎，就这类特别多。那你接触了几个代理谈过的？起码40个吧。真正有效的有几个？真正有效的可能5、6个吧。有没有吸收一些经验来判别哪些代理是好的，哪些代理是可能最终承担的，就是帮我们找到的可能性不高的？就你看他回复速度啊，你第一个 message， 你的第一个消息出去之后，他到底是多快回复你？一般来讲，如果是在半小时之内的话，那一般有戏。哦，是这样的吗？啊，对。然后还有呢，一般他不问你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收入啊，上班地点在哪里啊，然后职业是干什么的，这个东西也比较靠谱。为什么说不问你的个人信息反而靠谱？因为问了你会更加专业一些嘛。因为我在跟他们联系之前，我就已经把自己的主要情况介绍了一遍。我说我的预算是多少，我需要是哪2个社区，然后我需要的房型是多少，我的预算是多少。我们找到了合适的房子以后，看了几套以后，选中了现在这一套，就从多少套里面选中了这套？我们应该是看了4套房子吧，对吧？比如说吧，3套。对，看4套房子。4比1。40比4比1。还是比较高效的。那这套房要等多久呢？我们这套房等了整整从签约到住进应该整整1个月，这1个月我都是非常忐忑的，因为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个房东都有可能违约啊。他的违约就是退还我们的那个定金，然后就可以了。我是非常非常担心，我一直没有跟你说。所以你说我也可以想到啊，就是你讲的是在看中房源到你真实入住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的困难。对，一个是房东违约，还有什么困难呢？你怎么验证中介的资质呢？啊，对，这个事情也是花了一定的时间的。对，然后我记得还是你的同事帮忙去查询了，帮我们要签合同的这个人，当时我们发现他的这个注册的这个资质的这个证件的号码所在的公司和他在这个 iProperty 上显示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花了一点时间去询问。虽然最后理由也不是那么的令人信服，但我们觉得是个小问题，算了，我们就过了。这个是验证了 agent 的资质。对，然后第2个去验证的是我们房东是不是持有这套房子。这个怎么验证呢？这个验证就是我要求这个中介陪我去他们的这个房屋的管理中心去调出这个档案。对，这是个标准步骤吧？应该是一个标准步骤。但你觉得这里面有可能会发生问题是吧？对，因为如果我是一个没有权的，或者是一个2房东租给我的话，我的权益肯定会受到容易有纠纷了。对啊。那最终怎么样房东才不会违约呢？到哪一步就肯定不会违约了？肯定不会。那只能说是听天由命了。我只是每隔3天问一下我的中介，我说怎么样，最近情况怎么样？
他有拖延吗？没有拖延，也没拖延，那没有比较拖延顺利。。对对对，好那我们 OK，还碰到过什么困难吗？我觉得入住之前我们最大的一个疏忽啊，啊就是交房的时候没有仔细的去验证。收对你还记得吗？儿子房间的那个空调啊，制冷特别不好，气不好，对吧？其实应该每一个空调都试一遍，买一个温度计，然后看一看多长的时间它那个冷下来，对吧？真的是很还有所有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木质的、金属的、塑料的一些各种线可以检查一下。我觉得还有很多不太好的。就浴室里面的这些水斗啊，就水压啊，什么都可以去查一遍有没有味道啊之类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那些大件，洗衣机啊、冰箱啊，它们的这个密封性、震动性，然后功能怎么样，这也可以去验证一下。但是怎么说呢？因为你已经想好要住这套房子了，这些事情呢，到后面也是可以忽略的，对不对？如果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教训来说的话，我就是要想清楚。其实如果你是对生活品质比较有要求的，也不在乎花那个钱的，而且有一个长期要住在这边的一个打算，那就应该租没有带家具的。因为我看的这些所有的房子啊，这个家具的质量都是像宜家一样的大学宿舍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非常好，而且要符合你的要求，那这是可遇不可求，可对能，性很小。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房东的尽管配的还行，但是其实我们最后全部都换成自己的了，对吧？那如果是再让你选的话，那种更大的 land 和这种 condo 你会选哪种？还是 condo 吧，因为如果是 landed property 的话，据说会有虫，还有老鼠啊之类的，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之外了，这个不行。这可以照好像有一些杀虫的服务吧，但我想它的这个公共服务会差一些，泳池、安保据说会相对会差一些。好呀，还有什么困难要分享？没有困难了，我觉得就是靠 iProperty， 如果是用一些英语翻译软件的话，即便不懂英文的话，也可以自己来做。对，入住以后我还想补充一个，就虽然说是自己租的房子，但是人就可以好好来经营。只要你希望常住的话，像我们买了很多的家具啊，一些软装饰啊，人就可以把它变得更像一个家一些。那倒是。 OK，好，就这样。希望大家都租房顺利。